我叫顾清源，今年40岁。前夫病逝后，我以为人生将独自走完，直到遇见了沈浩。结婚3年，夫妻恩爱。但每年清明节，他都以我和已故的公公婆婆生小相冲为由，拒绝我与他回家扫墓。清源，对不起，又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了。你也知道，我老家规矩重，生肖不合，祭祖是大忌，我也怕亲戚们会冲撞你。沈浩，我明白的，这些你都带回去，也替我给咱爸妈磕个头。清源，谢谢你。3年孝期即将过去，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带你回老家。真他妈晦气！老婆，我现在就回来。沈浩以为我只是个无依无靠、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但他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是全球500强顾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3年前，父母退休后，我隐瞒身份进入公司历练。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遇到了同样丧偶的沈浩，他给了我不一样的温暖。我以为我遇到了可以托付后半生的真爱，暗中动用所有资源扶持他，让他成为了顾氏晋升最快的部门经理之一。顾董，100亿度假村的选址名单出来了，第1顺位是海市的沈家村。沈家村，那是沈浩的老家。准备一下，我要亲自去考察。是。这次我清明节去沈家村是为了公事，并非以沈家儿媳的身份，也不算坏了沈浩老家的规矩。3年孝期之后，正好是我和沈浩3周年结婚纪念日，是时候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爸，你回来了。老公，哟，儿子回来了。爸妈，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哟，儿子，今年带回来这么多好东西。再喝酒吧。老公，怎么回来这么久啊？我都想死你了。老公，怎么回来这么慢啊？我都想死你了。你说，是不是裴金氏那个黄脸婆，所以这么久啊？哎，那个黄脸婆啊，古板又无趣。要不是看在她金氏户口和那点家底，我连看她一眼都嫌恶心。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甩了她呀？村里的人啊，还等着咱们俩呀搬进金氏大别墅呢。快了，我现在可是顾氏集团的部门经理，等我把他的房子和存款全都弄到手，就让他净身出户。到时候我亲手撕了那张结婚证，然后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进门。这还差不多。晚上啊，我穿你最喜欢的那件。爸，爷爷奶奶让咱俩出去买点菜。好，振宇啊，正好爸爸带你去买那个最新款的限量版球鞋。好，谢谢爸。行了，那你们去吧。刚刚那是沈浩的车，停车。顾董还没到考察地点，你在车上等我。是。
还真是沈浩的车。看来这就是沈浩的家了。偷偷给沈浩一个惊喜，他应该不会生我的气吧？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公，你谁啊？沈浩，他是谁？清源，你听我解释，刚才那个女人，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她是我表妹，表妹。真的是我表妹。哟，你看，这是她的身份证，我们都姓沈，我们都是沈家村的。清源，其实我表妹过来是找我借钱的，我姑姑生病了，我为了给我爸办葬礼，欠的钱还没还清。你怎么不早说？我这里有50万，你先拿去用。看来沈浩还没有向他介绍过我。你是沈敏吧？你怎么认识我？我果然没有认错，这就是沈浩的家。沈敏，请问沈浩在家吗？你找我老公干嘛？你老公？对啊，你谁啊？你是说沈浩是你丈夫？废话，他不是我老公，难道是你老公啊？我说你这女人没问题吧？小敏，是谁来了呀？哟，家里来客人啦！妈，我不认识他。这是沈浩的妈妈。不可能，她明明已经死了。你找我老公到底要干什么呀？哎，这是干什么呀？这女的穿这么好，难道从京师来的？她不会是来……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是沈浩的父母？是啊，你找我们家沈浩？沈浩不是说他爸妈3年前就死了吗？啊？你知道谁死哪里的贱人！我警告你，你少胡说八道啊！难怪沈浩从来不让我来沈家村。原来那些所谓的父母双亡、生肖相克，都是沈浩编造的谎言，为的只是可以隐藏好他的另一个家。而我，一个40岁的女人，竟然还信了这种童话。哼，你是从京市来的吧？我知道，沈浩现在当了部门经理，少不了你这种想攀高枝的下家。我警告你，沈浩只爱我一个人，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让沈浩出来见我！你还敢打我老公主意啊？沈浩，滚出来！就懂话使！你敢打我？有话好好说嘛，怎么动手啊？好你个贱人啊！你勾引我老公上门来撒野，你信不信我让你走出沈家村？你老公？我怎么听说沈浩3年前就已经在京市结了婚了？你老公？我怎么听说沈浩3年前就已经在京市结了婚了？你说什么？难道他认识京市那个蠢货？他究竟是谁啊？姑娘，你搞错了吧？沈敏和沈浩18年前就结婚了，在村里摆了酒席的。18年前？是啊，这10里8乡的，
谁不知道沈敏是我们沈家的儿媳妇呀？姑娘，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3年来，沈浩以长辈生病向村里捐款，这里有50万，你先拿去用。姐，还有，为爸妈修建坟墓，向我拿了不少钱，原来都是在养他另一个家。姑娘，你是什么人啊？我是顾氏的员工，这次是来沈家村出差的。是沈浩的同事啊。哎，姑娘，那你刚刚说沈浩结婚是怎么回事啊？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在我爸妈还有顾清源面前乱说，我就把你赶出顾氏集团。看来沈敏也知道这一切，甚至还帮沈浩在他爸妈面前隐瞒，把我赶出顾氏集团。沈浩现在是顾氏的部门经理，而且董事长特别信赖他，把你赶出去也是他1句话的事。小米，那你让他试试看。你敢打我？你现在立马给我跪下道歉，要不然我马上给我老公打电话，把你赶出顾氏集团，我让你在晋市永无立足之地。这通电话打了，谁会被赶出顾氏集团？谁又会在京市无立足之地？这可就说不准了。死鸭子嘴硬是吧？行，你给我等着。喂，老婆。老婆，老公，有人欺负我。你说什么？我公司的员工来家里闹事儿，还动手打了你？沈家村这次确实也在集团的度假村项目候选名单中，应该是项目组提前来考察了。老公，这女的好像认识顾清源。什么？我才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如果顾清源知道真相，闹起来传到董事长耳朵里，一切就完了。我老子让你接电话。你是项目组来考察的吧？我是采购部经理沈浩，还不赶快给我老婆道歉？听到没？赶紧给我道歉！还有啊，回到京师以后，在顾清源面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自己清楚。项目组负责人李波可是我好兄弟，只要一句话，我就能让你马上滚出顾氏。还有，你叫什么？我叫顾清源。对了，你叫什么？我叫……操！哎，你敢挂我老公电话，上什么心动？小米，沈浩说的我明白了，那我就不打扰了。你给我站着！你还没跟我道歉呢。沈敏，我是来工作的，你要是耽误了我的工作，我这回了京市，这张嘴恐怕是擒不住的。沈浩，怎么轻易就戳穿你的谎言，岂不是太过轻饶你？我要让你彻底的身败名裂，为你的欺骗付出代价。邓秘书，现在就拟一份100亿度假村项目合同，选址沈家村，项目负责人沈浩。是。谁敢欺负我妈？那个闹事的员工呢？我看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威胁我沈浩？老公，你可回来了！刚才有人欺负我。儿子，妈问你，为什么你同事说你在京市结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你别听那个疯子瞎说，京市是有个女人喜欢我，死缠烂打我没同意，没想到她怀恨在心，到处造谣说跟我结婚了。我和沈敏结婚，那可是全村人见证的。再说了，俊宇难道不是你亲孙子？那就好，
我儿子怎么会做出重婚这种缺德事呢？是啊，啊，你说什么？公司选沈家村作为100亿度假村选址，还定我为项目负责人？沈经理，顾董说了，只要你签字，首期开发款20亿，明天就到账。20亿！哎呦，咱们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呀！慢着，顾董还有一个补充条款，负责人必须保证无负面新闻，且婚恋状况真实。若对公司造成了负面舆论影响，项目终止，负责人需赔偿10倍违约金。10倍，那就是200亿。万一顾庆元的事儿暴露，儿子，你还犹豫什么呢？难不成你……我能犹豫什么呀？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怕自己能力不足，辜负了董事长的信任。沈浩，你的人品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没得说。你放心，度假村的事，我们全村的人都会帮你的。这可是100亿的项目，光油水就不下10个亿。等我拿下项目，站稳脚跟，就把顾清源那个蠢货踹了。反正她一个死了老公的寡妇，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请转告董事长，我定不负所托。老公，你这下可是光宗耀祖了。哎，沈浩，你帮我们村里拉了这么多投资，你就是我们村里的大功臣。明天啊，举行祭祖大典，就由你来主持。行，谢谢村长。顾董，沈浩已经把合同签了。很好，人只有站在最高的地方摔下来，才是最致命的。老公，听项目组的同事说，今年你要主持祭祖仪式，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我给你转了20万，你可要把村里人都请过来，好好风光大办一下。清源，还是你懂事儿，你放心。等我回京市，一定好好补偿你。好。沈浩，明天的祭祖仪式就是你的死期。让我们热烈祝贺沈浩先生，在我们沈家村清明祭祖的大日子里，引进100亿项目，造福家乡。好，待100亿项目落地，家家户户拿拆迁款。哎呀，我就说沈浩这孩子打小就聪明，不得了。哎呦，沈大牛呀，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这以后每年不得往家分个几百万呀！哎呀，哟，沈浩哥就是咱们村财神爷。还是沈敏会选老公啊！沈浩哥又能赚钱又疼老婆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是。乡亲们，放心，等项目一启动，我沈浩会让沈家村成为第一个家家住别墅的村子。顾董，沈浩非法重婚、侵占财产、欺诈骗财的证据已经全部整理好了，他不仅会失去一切，余生都只能待在监狱中。邓秘书，去把这些资料同步给律师。是，顾董。马上就是他最风光的时候了，走吧，去送他最后一程。好呀，好呀，
沈家村出了沈浩这头金凤凰，今日齐民祭祖，当着咱们沈家村先祖的面，我宣布，沈氏宗族下一任族长就是沈浩。咱们儿子这给咱们长脸了祭祖大典开始，请沈浩上头炷香，告慰祖灵。祖宗在上，晚辈沈浩虔诚进香，祈愿先祖庇佑家族兴旺，家宅安宁。风大，风大啊！这不是，这头香面，这是祖宗在显灵啊，大凶之兆。那个沈浩，这百亿项目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能有什么问题啊？难道你们不盼着我老公好，不盼着项目落地啊？头香断，香炉翻，沈浩呀，你这是做了什么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良心的亏心事儿，让祖宗不愿收你的香啊！老东西，你给我闭嘴！什么良心不良心啊？我老公带来百亿项目的投资，他就是祖宗。我告诉你，谁再敢乱说，一分拆迁款都没有。没错，我沈浩就是沈家村的救世主。就连顾氏集团的顾董事长都对我言听计从，谁再敢提相断的事儿，我让董事长扣光你们的钱。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替我做主？你拿我的20万买这种断头香，你的祖宗恐怕受不起。顾清源，你怎么会在这儿？顾清源，你怎么会在这儿？竟然是他！之前来家里闹事的那个贱人，居然就是金氏那个蠢货顾清源。他怎么会找到这里？看来这个蠢货已经知道我爸妈没死的事儿了。老公，他要是把你们在金氏的事抖出来，被顾董事长知道，那咱们百亿项目就毁了呀！顾清源，你跑到这里来疯什么？清明祭祖可是我们沈家村的头等大事，岂容你一个外人在这大呼小叫？有什么事儿回到进室再说，赶紧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沈浩，过了今天，你恐怕就再也没有资格跟我说这句话了。姑娘，非沈氏族人不得擅入祠堂，请你退出去。族长，跟他废什么话呀？他就是来捣乱的。乡亲们，这个女人擅闯祠堂，冲撞祖宗，把她给我赶出去！非沈氏族人不得擅入，真不巧，我还真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沈氏族。闭嘴，把他轰出去！你
说什么？我们沈氏宗谱上何时有过你这个人呀？族长，您又何必来问我呢？您不妨问问台上这位被你们捧上天的金麒麟，他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我怎么可能会认识你这种凤羽？对，他就是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天天缠着我老公。乡亲们，来，你们看看，这个是我老公啊，给我公公婆婆买的顶级燕窝和顶级茅台啊，这些东西价值10几万。你这个一个月拿3000多的穷酸货，你见过这么贵的东西吗？我看啊，你就是仗着我老公有钱啊，才死缠烂打他。你是说这些东西是给你公公婆婆的补品？沈浩，你拿这些给死人上供的殡葬祭品，拿给你的亲爹亲妈当补品，你们沈家人的胃口可真是重。你放弃！你治我公公婆婆！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们好端端的活着，你怎么说这是殡葬祭品呢？就是啊，谁家死人拿着10几万的茅台跟燕窝当祭品，吹牛也不打草稿。我看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哼，沈浩孝顺，全村都知道。你这个女人心肠太歹毒，赶紧滚！顾清源，在沈家村，老子就是天，你拿什么跟我斗？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孙助理，拿出来给他们看看，这些东西究竟是谁买的？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是京市 SKP 商场的特供发票，购买人顾清源。再看一下备注栏，清明节高档丧葬祭祀专用品。这批货的包装底部全部带有顾清源女士的私人专属黄尾钢印。这真是祭祀死人的东西啊！沈浩，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啊，你个顾清源，你竟然敢玩阴的！乡亲们，这些东西呢，确实是我买给我父母的补品，因为我是集团的部门经理，平时工作比较忙，而这个女人正好是采购部的底层员工，所以我就把钱给她，让她去跑腿帮我代买。对。发票在他那儿有什么奇怪的？他就是个跑腿的。我让你买东西，你竟然为了勾引我，私自让人在这个什么备注上面刻上丧葬祭品，还留下发票跑到我老家来要挟我。顾清源啊，你的心机怎么这么的深沉，这么的恶毒？哎呀，我就说呢，我儿子怎么可能给我们买死人的用品呢？呸！原来是拿着老板钱跑腿的心机婊，拿公款装大款，真不要脸！哎呦，你一个打工的，你还拿着什么发票过来冒充富婆？你也不看看你自个儿配不配？听见没？你就是给我老公跑腿的狗，拿着跑腿的单子啊，拿到我们沈家村耀武扬威。乡亲们，把他带出去！带出去！拿出去啦！出去！好死！哎呦！哎呦！你们说我是跑腿的狗，偷东西的贼。沈浩，你说这是你花钱让我替你代买我截留的发票，好，那你向全村人解释解释，你们沈家这只传家只传给儿媳妇的翡翠，为什么会戴在我的手上？这不是咱们沈家祖传的翡翠玉镯吗？沈浩，你不是说这个传家宝在京市弄丢了吗？怎么在他手上？这可是要命的传家宝啊！这要不是他原配的妻子，他怎么可能给他呢？难道这沈敏才是小三儿？你胡说什么呀？你们！该死！当初为了哄他给我掏钱升职，把玉镯给了他，绝不能承认。一旦成婚的事暴露，
百亿项目就全完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贼！我就说，我放在金氏抽屉里的传家宝怎么不见了？原来是你偷去的！顾清源，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啊！你这个没爹没妈、客死前夫的寡妇，你跑土黑我的钱也就算了，你竟然逼我娶你，连这种偷鸡摸狗的下作手段都用上了，你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哎呀，我就说嘛，我老公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货色？原来呀，是偷我们沈家传家宝来逼婚啊！就你这种货色，你给我老公洗脚，他都嫌你脏。天哪，这竟然是个贼，太不要脸了吧！竟然敢跑到祠堂里偷东西，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贼婆娘给我抓起来，扒了手镯，送派出所，把他抓起来。偷，不知廉耻。孙助理，既然沈经理说我这手镯是偷来的，那就拿出咱们偷不来的铁证，让这位100亿项目负责人和各位村民一起开开眼。是。各位看清楚了，这是京市民政局颁发的合法结婚证原件，以及民政局档案室调取的结婚登记档案复印件，上面盖有官方公章，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顾清源女士和沈浩才是合法合规的夫妻。真的是结婚证，民政局的章都在，钢印是真的，假不了。这真是沈浩的照片，这上面真的是沈浩的名字哎！是啊，沈浩，你这个混账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个顾清源才是沈浩名正言顺、受法律保护的妻子。哦，原来这沈家传家玉镯根本就不是偷的，哎，人家才是原配，这玉镯本来就该是人家的。哎，沈浩，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贼喊捉贼，给自己老婆身上泼脏水。就是啊，这顾清源才是合法妻子，那跟沈浩在村里办酒席的沈敏算什么？算见不得光的野女人，算那知三当三的小三儿吗？不行，绝不能承认我骗婚出轨。如果我在村里成了重婚的人渣，合同违约，100亿项目就彻底泡汤了，我还要赔偿顾氏集团100个亿。爸，各位乡亲，你们打我骂我，我沈浩绝不还口。但是这张结婚证都是这个疯女人逼我的。胡说！结婚证这种事，难道人家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啊？就是这个女人拿刀架在脖子上逼我的。你们不知道啊，她有多变态！她是一个死了老公的寡妇，在我们公司干着最底层的杂活，看我当上经理就来死缠烂打，威胁我如果不领证，她就割腕自杀。爸，我不能背上一条人命官司呀，要不然我这辈子就全毁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住前途，保住咱沈家的名声，我才忍住恶心，稳住了他。其实我真正想娶的从头到尾都是敏敏。哎呀，老公啊，原来你一个人在京市拼命打拼，先被这种恶毒女人给逼迫，这么大的委屈你怎么不说呀？乡亲们，沈浩是什么人啊？你们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连是妻都不敢杀，他怎么可能骗婚啊？要我说呀，都是这个女人仗着一张破证，她来抢咱们的大别墅呀！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沈浩呀，一直都是个老实孩子，原来真的被这城里的野女人给缠上了。拿死逼着男人倒贴，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贱货？顾清源，你拿出结婚证又怎样？在沈家村，我沈浩的老婆只有沈敏。
好一个被逼无奈啊！沈浩，你不去当影帝，还真是屈才。顾清源姑娘，你长得也端庄，你干嘛要干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破坏他人家庭的缺德事儿呢？赶紧离婚吧，姑娘！你这干这个倒贴钱的丑事，你爸妈要是知道了，多丢脸，多寒心啊！叔叔阿姨，你们认为沈浩是忍辱负重的大孝子，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在京市，他为了名正言顺的吃绝户，骗取我的钱财，对外是怎么宣称的？他告诉京市所有的人，他沈浩的父母早就双双病故了。顾清源，你在胡说什么？胡说！沈浩，你是不是为了博取我的同情，在家里摆了你爸妈的黑白遗照？什么？遗照？你放屁！明明是你勾引沈浩，你现在在祭祖大典上，你泼这种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脏水！泼脏水？沈浩做的事情可比我说的话要脏多了。他不但在家里摆了遗照，还拉着我给这2个大活人的遗照整整上香祭拜了3年。沈浩，他说的是真的吗？爸妈，他这是在胡说！我警告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哼，难怪你爸妈死得早，我看就是被你这种不要脸的倒贴给气死的！你敢在沈家村打我！贱人，你找死！不对，顾清源什么时候有这种眼神？沈浩，我敢保证，这巴掌如果你敢扇下来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这眼神怎么跟年会上见过的顾氏董事长一模一样？老子不打女人，但你今天大闹祠堂，还诅咒我的父母，往我身上泼脏水，你今天必须下跪道歉，否则你别想离开沈家村。听到没？我老公啊，现在可是顾氏的经理，手里握着100亿的项目，随时可以让你滚出京市。沈浩，我今天才发现，你不仅坏，你还蠢。沈浩，你还跟这种贱女人废什么话？这种女人就是看你老实心善，所以才死死缠着你吸血。对，我看她就是欺负你沈浩老实。你们说我吸她的血，难道不是吗？沈浩，你这些年拿着我的钱回村装大款立人设，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不怕有鬼来敲你的门吗？顾清源，你在胡说什么？我给村里花的每分钱，都是我在公司辛辛苦苦赚的工资，你别血口喷人。顾清源，我们沈家村的路是沈浩修的，这祠堂也是他捐款建的，他对他父母孝顺的很，我们全村都知道。沈浩可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大恩人，沈浩，你这些年从我这儿骗的钱，回村倒是花得很漂亮啊。既然大家都说他是好人，那今天就让大家看看他的真实面目。孙助理，大家看清楚，这些带有银行公章的转账单上，收款账户全部都是沈浩，而付款账户全部是我顾清源的个人账户。沈浩，今天我就要把你这3年从我这儿骗走的一笔一笔全部讨回来。大家看清楚了，这些带有银行公章的转账单上，收款账户全部都是沈浩，而付款账户全部是我顾清源的个人账户。我3年前的3月15号，沈浩说他老家的沈大婶病重，需要做心脏手术，我转账10万。我啥时候得心脏病了？没得。2年前的7月10号，他说沈二狗的孩子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我转账8万。沈浩哥，你不是说你那个钱是炒股挣的吗？去年2月，他说村里要修路翻新祠堂，我转账70万。放屁！这是他自己要捐的。对对对。还有3年前的清明节前夕，你别说了，闭嘴！沈浩跪在我的面前，说他父母连块墓地都没有，我于心不忍，给他转了300万。他说是用于给你们修坟买墓地的钱。修坟、买墓，
他说是用于给你们修坟买墓地的钱。修坟买墓？哎，盛浩，你为了骗钱，你咒我和你妈死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家沈浩会拿着亲生爹妈的死去骗钱。沈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呀！你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清楚！爸妈，你别在这胡说！我怎么可能拿你们的生死开玩笑呢？这些单据都是假的。对呀，爸妈，肯定是这个贱女人，她诬陷沈浩的。诬陷？这些年你在村里修路、翻新祠堂，少说也花了上千万了吧？你一个顾氏集团的部门经理，月薪不到10万，你倒是给大家说说，你这上千万是哪里来的？对呀，他就是说的，哪来这么多钱？给我闭嘴！你们还真信他呀？他算什么东西啊？他不过是公司最底层的一个小职员，他凭什么知道我的银行流水？他又凭什么知道我的收入啊？顾清源，这里可是沈家村，我告诉你，你再敢在这儿胡说八道，往我身上泼脏水，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沈浩，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死到临头，嘴还是硬的。孙助理，放视频，让他们村里人好好看看，他们眼里的大孝子到底是个什么德行。哎，你别拦着他，让他放，我倒要看看能放出什么花来。哎，你别拦着他，让他放，我倒要看看能放出什么花来。妈，是儿子不孝啊，儿子对不起你们。这沈浩居然真的在家里给他父母建了灵堂啊！你这不像人啊！哎，完了，全完了！你真的在京师给我和你爸设了灵堂？你真是混账啊！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活人给活人摆灵堂，沈浩，你为了从这女人身上骗钱，你是咒你爹妈死呀！难怪刚才头像会断，原来这是祖宗显灵了。对嘛，还大孝子呢！我看是叫他爹妈早点死吧。小神太过分了！这监控原本是我打算告诉他真实身份之后和他去国外补度蜜月时装的，真没想到最后派上用场的是这个。沈浩，你是不是还想说这段视频是我伪造的？没关系，可以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你们眼中的大孝子金麒麟是怎么在京师扮演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家里对着自己亲生父母的照片磕头的。完了，全完了！沈浩，你这个畜生！我和你妈把你养大，供你上学，给你娶媳妇，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吗？啊，在京师给我们摆设灵堂啊！你这个逆子！爸，老伴，家门不幸呐！沈浩弃宗灭祖，人神共愤。从今天起，将他踢出族谱，永远不得踏入祠堂半步。这沈浩跟沈敏18年前就在村里摆了婚宴了，哼，我看这事儿啊，也有他的一份。你胡说什么呀？沈浩和沈敏18年前就摆了婚宴，哎，沈浩又和顾清源领了证，他这算不算重婚啊？不行，如果让顾氏董事长知道我重婚的事，100亿度假村的项目就彻底完了。清源，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也是有苦衷的。看在我们3年的情分上，请你原谅我吧。啊，只要你能原谅我，我马上和沈敏断绝关系。沈浩，你个王八蛋，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滚！哎，我呸！哎，刚才你不还人模狗样的吗？哎，怎么现在这副德行了？为了钱，自己老婆说踹就踹，是人吗？这今天我来沈家村，只有2件事。第一，让大家清清楚楚看到你这张恶心透顶的嘴脸。第二，把这份离婚协议书签了。
你净身出户。这3年，你利用婚姻和谎言从我这儿骗走的每一分钱、每一辆车、每一套房，你都一分不少，连本带利的给我还回来，否则我让你牢底坐穿。这得骗了多少钱呀？真是的，牢底坐穿！我的妈，这得是判多久啊？10年？20年？不行，度假村的合同上说了，沈浩必须婚姻真实有效。要是沈浩离了婚，度假村的事儿不就黄了？我跟儿子岂不是1毛钱都拿不到？沈浩，这个字不能签，没签了，不就证明咱们俩骗婚了吗？对，不能让顾董事长知道了。如果让他知道了，我不仅要被顾氏集团开除，还要面临高达200亿的10倍违约金。在项目资金没有落到我们的口袋之前，这个婚绝对不能离。在这里，把笔给他，让他立刻签字，按手印。沈浩，你什么意思？沈浩，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顾清源，你听清楚了，我不离婚。你以为你一张破纸就能威胁到我呀？就能让我净身出户，让我去坐牢，做你的白日梦？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这个字儿老子也绝对不会签。邓秘书，沈浩涉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以及重婚的证据已经全部锁定，随时可以对沈浩采取法律行动。好，所有人立刻跟我前往祠堂。畜生！你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儿，还不赶快把钱还给人家，签字离婚？你想让人家说我们老沈家鸡蛋狗一辈子吗？啊！沈浩呀，做错了事就要认，赶紧把这离婚协议签了。哎呀，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丢脸，名声，你们懂个屁！让我离？好啊！今天只要这个事儿爆出去，你们的大别墅就都没了。我可是顾氏集团100亿度假村的唯一项目负责人，这合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只要我爆出丑闻，合同就会终止。大不了我一无所有，但是你们日思夜想的那些拆迁款就1分钱都没了。乡亲们，你们听懂了吧？这个女人根本不是来算账的。你们想想，这个顾氏要是撤资，我们就在穷山沟里待一辈子，穷一辈子。哎呀，顾清源姑娘，你刚才说的事儿，我们都听明白了。哎呀，沈浩这骗钱固然不对，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嘛，他可是掌管100亿投资的大领导啊！你把手上那些流水单子收起来，安安稳稳当你的官太太，这样我们村的大别墅也保住了，2全其美嘛。就是，沈浩现在可是掌管100亿项目的大领导，男人干大事，逢场作戏怎么了？这个钱你就当投资了呗。还有，我说这做人也不能太自私，你自个儿这闹离婚时老开心了，那我们全村的这个希望都给你砸了。就是啊，这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哪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哎呀，顾清源啊，你就听我一劝，你就放了沈浩一马，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呢，仍然还是夫妻，我们沈家村的项目呢还能继续，这对双方都好啊。好，很好。你们沈家村为了100亿拆迁款，可以理直气壮地包庇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今天我这一趟还真是大开眼界。这种毫无底线的地方，我们顾氏集团就是投资了，也迟早会破产。
孙助理，立刻通知集团内部，100亿度假村项目，沈家村彻底出名。通知集团所有人，顾氏集团所有资金1分钱不允许流入沈家村，立刻执行。是，董事长。董事长，你连顾氏集团的董事长你都敢冒充，你吃雄心豹子胆啊你！就你呀，一个月拿着几千块钱死工资的底层采购员，连公司年会做哪排都要看我脸色的人，你也配左右董事长的100亿投资啊？啊！哎呦喂，顾清源，你跑到我们沈家村来装腔作势，你怕是来错地方了啊？顾董，要是顾董是这货色，那我也是顾董。你这为了骗钱，什么样的谎你都敢撒呀？顾清源，老子今天心情好，给你指最后一条明路，把你这些证据烧了，监控删了，然后把嘴闭上，回到京师后，立刻从顾氏集团滚蛋。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或许我大发慈悲，给你10万块钱分手费。哎呀，老公，10万块钱买多少名牌包了？这种档次的人啊，就给他1万打发得了。放心，等我100亿投资的1000万分红到手，我天天给你买新包。谢谢老公。孙助理，我们走。这种无视法律的地方，还是让警察来教育他们做人吧。别让他们走出这个大门！要是被顾董事长知道了，我们的100亿项目就彻底黄了。站住！快把大门给我关上！你们想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限制人身自由，这是绑架，是重罪。什么最重最轻的？我只知道耽误我们沈家村发大财，那就是死罪。本来想放你一条活路，可是你禁酒不吃，吃罚酒，那就不要怪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了。就是一个外地来没爹没妈的寡妇，就算你消失在这儿，谁知道是我们干的？把他手机抢过来，砸了，把他关到那个后山的那个猪圈，饿他个3天3夜，看他还敢不敢搅黄我们的大别墅。把他绑起来，千万不能让他坏了沈浩哥的好事。为了钱，你们连最基本的人性都可以不要了吗？人性值几个钱啊？你少在这里装性格，在这个村子里啊，我老公就是天。你一个底层的打工仔，还想跟我们村子人斗啊？顾清源，你不是要拿法律来压我，你不是要让我牢底坐穿吧？啊！看看你的四周，在京市，你是合法的顾太太；在这儿，沈家村，我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乡亲们，动手，把他带来的证据给我烧了，人拿绳子给我捆死。等20亿手机工程款到账了，每家多发10万块钱奖金。好。撞门。每家每户多发10万块钱奖金。好。儿啊，咱不能干这缺德事，迟早回头啊！你个老不死的东西！沈浩是在保全村人的财路，你非要破坏大家好事才甘心啊！爸妈，我这么做也是为你们好啊。来，老实点。沈浩，你这么做丧尽天良，不怕遭报应吗？报应？
顾清源，在沈家村，老子就是报应。撞门！怎么回事？定位显示董事长就在祠堂，人呢？邓秘书，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咱们100亿度假村项目的首批款20亿已经批下来了？项目款的事暂时搁置，我现在没空跟你废话。沈浩，我且问你，刚才有没有在院子里看到什么陌生人啊？陌生人？啊，今天是我们沈家村清明祭祖的大日子，除了我们本村的乡亲们，连一只苍蝇都没有飞进来过。我没时间跟你打哑谜。我今天带人来沈家村，就是来找我们顾氏集团最高掌权人顾董事长。顾董事长？您说，董事长他来我们沈家村了？小贱蹄子，给我老实点！我告诉你，外面来的可都是些大领导，你要是敢故意发出点声音，搅黄了我们的100亿项目，看老娘怎么掐死你！别动！特秘书，您是说，董事长他微服私访，来到我们村了？坏了，如果董事长真的在村里安放，万一让他撞见顾清源这个疯女人在这里大闹，查出我在京市重婚骗钱的事，不仅我的经理位子保不住，100亿项目黄了，还要赔偿10倍违约金。哎，邓秘书，这儿穷乡僻壤的，路难走，咱们村的地形又复杂，董事长千金之躯，要是迷路遇险了，那可不得了。你跟我描述一下董事长长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马上发动村民，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帮你把董事长平平安安的找出来。哎，把董事长平平安安的找出来。哎，这帮刁民刚才明明关着门，不知道在干什么苟且之事。如果现在告诉他们顾清源就是董事长，只怕他们会为了掩盖罪行，保护拆迁款，会狗急跳墙，直接对董事长下死手。在没有确保董事长绝对安全之前，绝不能曝光他的身份。不用了，董事长向来不喜欢大张旗鼓，更讨厌被人打扰，我自己带人去找。所有人跟我出去搜，挨家挨户，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是。走，去后头。快走啊！快，趁着邓秘书去村子弄搜，赶紧把这个贱女人转移到后山的飞行老屋。那么来跳上。沈浩，这个女人怎么处理啊？不管怎么样，绝对不能让董事长发现她在这里。要是放她出去乱咬，让董事长知道我重婚，那我们村的大别墅，还有那几百万的拆迁款，就全他妈的泡汤了。到时候你们他妈1分钱都别想要！快动手！那边屋子搜过没有？去那边看看。邓秘书没有发现头上的踪迹，继续搜，就算把沈家村翻个底朝天，也必须保证顾董的安全。如果顾董少了1根头发，我们所有人都得以就辞职。好。顾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放心，邓秘书会找到我们的。董事长就在村子里，
邓秘书带了那么多人，一家一家的搜，迟早会搜到后山去。沈浩，纸里包不住火，这顾清源留在村里，他娘的就是个定时炸弹。一旦他被救，将一切告诉董特长，咱们北一项目可就全毁了。对，你说的对，留他在村里迟早出事。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了，她手里还握着我的银行流水和结婚证。只要她不死，我就得赔偿顾氏集团10倍违约金，那可是200个亿啊！就算是把我剥皮抽筋，把我卖了，我也赔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永远闭嘴。儿子，你说什么呢？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杀人是要挨枪子儿的。沈浩，咱们把钱还给他，你跟他服个软，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妈求求你了！啊！退钱？退了钱他就会放过我吗？妈，顾其元那个贱人可是说过的，他要让我把牢底坐穿。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你想想，那可是100亿的大项目，只要项目一落地，我们家家户户几百万的拆迁款，我们都能开上豪车买别墅了呀。后山地窖那么偏僻，只要我们动作麻利的挖个坑给他埋了，或者弄成失足跌落悬崖的意外，神不知鬼不觉，连警察都没有证据，你说是不是？谁会知道是我们干的？是顾董备用手机的位置，去后山。来，继续找。我觉得明嫂说的对啊，富贵险中求。要是真让那个娘们跑了，咱们的大别墅都没了。我可不想再打光棍穷一辈子。妈的，干！为了全村子孙后代能够幸福，牺牲一个外来的寡妇，值了。哎呀，不行啊，这可是造孽，祖宗的在天之灵看着呢。爸妈，我今天如果不杀死他，我不仅要去坐牢，我还要背负200亿的债啊！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儿子被逼得跳楼自杀吗？难道你们就想看着沈家从此以后断子绝孙吗？好，走，跟我去后山。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顾清言，你这副清高的样子，真是让我恶心透了。沈浩，你疯了！你敢动他一根头发，你们全村都会被你连累。你死到临头你还嘴硬，我退你呀！在这里，老公，别跟这个贱人废话。董事长的人啊，随时会搜身，赶紧把他给做了，大卸8块给埋了。顾清源，别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怪你偏偏来到沈家村，挡了我们全村人发财的路。下辈子投胎，别再傻了，你去死！你在干什么？把嘴给我闭紧！敢戳穿我，不会老子发财，老子死之前绝对一刀捅穿你的肾，让你垫背。沈浩，你在干什么？啊，
邓秘书，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这个女人呢，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个疯子。刚才趁祭祖偷村里东西，我们这些长辈啊，就是把她带到这儿来，口头随便教训几句，绝对没有伤人。对，这女人手脚不干净，她偷我们东西啊！我们村长啊，正准备审她呢。教训？我们顾董事长生平最痛恨暴力动用私刑，你们沈家村的人就是这样对待外人的。既然人我撞见了，这个女人我要带走。哎，不行，她偷我们村的东西啊，怎么可能让她走啊？是不是啊？对，怎么？我堂堂顾氏集团董事长第一秘书，带一个嫌疑人回去盘问有没有在村里见过董事长，还需要向你起誓吗？难不成你们还想扣押我吗？如果不交人，邓秘书带的保镖绝对会强抢。10倍违约金，那可是100亿啊！你拿刀顶着我，不就是怕这件事情暴露？陆清源，你少拿合同来压我。在沈家村，我和沈敏才是公认的夫妻。只要我不认在金氏和你结过婚，你能拿我怎么样？你们沈家村的人是可以为了那几百万的拆迁款帮你瞒天过海包庇你，可是金氏呢？你敢不敢打赌金氏会不会有人把我们3年前就结过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放到董事长的桌面上？顾金元，这个贱人，到底什么意思？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当着全村人的面和沈敏一刀两断，我敢保证，这个项目它还是你的。老公，别听这个贱人挑拨离间，他在骗你呢，他在挑拨我。去死吧！我突然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从今天开始，我和沈敏彻底断绝关系。你说什么？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居然为了项目，你不要我个儿子！疯了！赶紧闭嘴！好你个白眼狼！沈浩，你别忘了18年前是谁叫你在村里办酒席，告诉你别去民政局领证，是我。我说你的户口上必须是未婚，你才能在金市长户口包养你。你住嘴！你才能在金市长户口包养你。你住嘴！你说什么送死？是谁教你把老婆死的照片埋在金氏的家里装孤儿？是我。要是没有我给你出谋划策，你他妈连房子里都找不起。沈敏，你他妈是不是疯了？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你也跑不掉。我是疯了，怎么了？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服。江律师，刚才他说的所有话都录下来了。沈敏女士，刚才你所说的每一个字，现在都已经同步备份。另外，作为报案材料，已经直接发送给了金市经侦大队。你说什么呀？都是沈敏发疯，他胡说的。沈先生，你这3年从顾清源女士个人账户中转移的资金总计达到1000万，证据确凿。根据我国法律，你将会被处以无期徒刑。另外，基于刚才你亲口承认协助沈浩诈骗的事实，余生也准备在监狱中度过吧？不是，律师，跟我没关系啊，我没有拿钱，钱是他拿的。顾清源，你他妈就是故意的，我弄死你！放开我！顾董事长，您安排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顾董事长，顾清源是顾董事长？不可能，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是顾董事长？我不相信。谭秘书，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顾清源就是我们公司最底层的一个采购员，他怎么可能是顾氏集团董事长呢？顾董隐瞒身份去基层，只是为了熟悉集团各部门的业务。不可能！如果顾清源是董事长，他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耍我！你3年全都在耍我！沈浩，顾董不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怕公司那群忙着争权夺利的老狐狸会对你动手。顾总是为了你护着你。沈浩，这3年我一直暗中动用公司资源，一路把你提拔到了部门经理。可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整整3年的欺骗和满屋子的谎言。顾董，刚才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沈浩，就是他。哎，他跟我们说，只要我们动手，他就给我们发奖金。我们都是被他忽悠的。对，我们村里人都不懂法的，都是沈敏那个女人在拱火，都是她。我们家都不跟他们来往的。清源，我错了，我都是一时糊涂才犯了错，是这个贱女人所手的。清源，我爱你，我爱的只有你呀！清源，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保证以后只爱你一个人，和沈敏这个贱人彻底划清界限。清源，啊不，顾董事长，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念在我们结婚3年的份上，你就放我一条活路吧。我骗你的钱，我全都还给你，我净身出户，求求你了，好不好？董事长，我求求你别耍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是他，是沈浩，他诱惑我，他说他在城里找了个有钱的女人，我只要配合他演戏，他就能拿到钱。我也是被他骗来呀，董事长，我求求你别抓我，我下年还有孩子在上学，我要是进去了，我孩子怎么办？我求求你。沈敏、沈浩，你们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情况。我从来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你以为你把孩子搬出来，我就会放过你吗？成年人犯了错，犯了法，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你们的磕头和眼泪，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控制起来！干什么呀？放开我！放开我！顾清源，你不能这么绝情！爸妈，你们救救我呀！你们快救救他！我是你们的亲儿子，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去坐牢呀！顾董事长，求求你高抬贵手吧！闺女啊，我儿子他骗了你的钱，该死！可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他要是进去待个10来年，出来以后，我们老2口都成了骨灰了。闺女，你就可怜我2个老不死吧，不要让他坐太久的牢，好不好？钱我们还你，我卖地卖车卖房，我砸锅卖铁也要把钱还给你。只要你放过他，下辈子我们给你当牛做马。2位老人家起来说话。叔叔阿姨，你们卖房卖地的钱，我1分钱都不会要。叔叔阿姨，你们卖房卖地的钱，我1分钱都不会要。但是沈敏和沈浩的罪，证据确凿，诈骗、重婚、职务侵占，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不会出谅解书。你们求我也没有用。是我没教好儿子，他从小就钻在钱眼里，才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啊！今天罪魁祸首就是沈敏和沈浩。至于你们刚才动手，也是受了沈浩奖金和谎言的蛊惑，所以我不会追究你们非法拘禁的法律责任，我会放过你们所有人。但是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邓秘书在。作为顾氏集团董事长，我现在宣布，回京之后立刻发布文件，沈家村彻底从100亿度假村项目中永久剔除，并且把沈家村纳入顾氏集团黑名单，顾氏集团以及所有合作企业永久不与沈家村合作，1分钱都不许流进来。这个大别墅，哎呦！啊！完了！我的10万奖金还有全村几百万的拆迁款，就全被沈浩给毁了呀！刚刚是谁说要关门抓人来着？都是他！你这个
个老东西啊！人家顾总把证据都砸在我们脸上了，你倒好，还让我们帮着沈浩，太坏了，老东西！太坏了！我也不知道那是诈骗犯呢。沈老头呀，你看看你养的这个好儿子，把咱们祖宗的脸都给丢光了。江律师，在整理好他们所有的证据，诈骗、重婚、职务侵占，我要他们下半辈子牢底坐穿。明白。邓秘书，回京之后彻底审查沈浩所有相关项目，一个漏洞都不要留。我们走。顾清源，我跟你拼了！去死吧！去死吧！哎呦，祖宗显灵了！祖宗显灵了！谁是嫌疑人沈浩和沈敏？警官，嫌疑人在这里，证据已同步上传。带走。沈敏，法院已经强制划扣了你名下所有银行卡的存款，并没收了你的老宅和奢侈品。由于你面临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不具备抚养能力。你的儿子沈俊宇已经年满17周岁，且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法院已批准其独立居住申请。目前沈俊宇居住在学校宿舍，继续完成他的高中学业。俊宇他一个人，他怎么生活呀？目前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课余时间去便利店打工。我骗了他3年，升职加薪拿项目，原来到头来，我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跳梁小丑。呸！生出个诈骗犯，搅黄全城财路，还有脸出门？丧门星，滚出沈家村！把这仪仗和香炉直接扔进垃圾袋，这个柜子直接扔去废弃物处理站。好的，老板。把这个拆下来，相框直接砸碎，照片帮我撕了。好的，老板。明天通知施工队进场。这里的软装和家具一件不留，全部都扔了。这地砖也给我砸了，墙纸也撕了，连这水泥地啊都给我全部翻新。我要彻底抹去他在这儿所有的痕迹。明白，顾总。顾董，海外50亿并购案董事会全票通过。好的，通知所有高管，半小时后开会，我马上就到。